我们现在回来看第7道题，现在注意把重点放在问句身上。下列何者若为真，则最可以去质疑。当然我知道这个地方会是你以前把注意力放在的地方，但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后面这边 advisa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proposal， 去质疑这个计划实施可见议性。好，他写的有点模糊，你的思考就不能再只限于有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如果要说一个方案要不要实施的话，就有好几个面向。当然，其中一个是做了也不会达到目的，这是其中一个方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思考再扩展，因为它的问句本身也比较模糊了。方案本身就算达成目的，但是牺牲其他东西，有其他的副作用，也可以说方案难以实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适用的条件太严苛，很难实施。所以在这道题上，我们的思考就不会那么的局限。我们的思考就是，只要是能够证明这个方案不好，不一定是不能达到目的，只要任何的方面可以证明这个方案不好，我们都可以把它留住。题目讲的是什么？某一个城市的固体的废弃物，就是固体垃圾的回收，是被普遍视为是一个对环境来说比较友善、比较好的一个替代措施。各位要注意，看到 preferable 的时候，后面跟的这个 to 指的就是跟谁相比比较好。目前盛行的 prevailing 的意思是什么措施呢？就是焚化掩埋，所以跟传统的焚化掩埋措施相比，好，那么回收的措施相对之下对环境是比较好。当然这句话很符合我们的常识，我们很好理解。那他说回收是有利可图的哦，看到 Gmail 里面英文里面出现 as 加上一个句子，它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随着什么什么，这讲背景原因；另外一种叫做如同，这边应该是指我们刚刚讲的，如同我们在哪里看到的一样，如同我们在现在的回收计划所看到的一样，它是有利可图的。就现在我们推行回收计划，我们看到回收是可以赚钱的。一个立法者他就推出了一个草案，所有的社区在未来5年之内，强制要求所有的垃圾都要去回收50%。我们会带在哪个角度？因为我们要站在反面的地方嘛，所以你把自己带到立法者的角度就有点难了，因为立法者的角度应该是要支持自己的方案能够执行。我们刚刚说了嘛，转换角色，你要尽量转换的越来越靠自己。你如果再继续带到立法者就没有意义，你带到官员也没什么意义，你要带到民众的角色，住在这个地方的社区民众的角色会比较好。那我的方向呢，要么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让回收大幅提升；要么就是牺牲了其他东西，比如说你就专注在回收，可能牺牲掉，比如说社区安全或者是社区的卫生，好，有其他副作用。到处都是回收，就害我生活很不方便，或者是难以实施的，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技术条件、设备条件可以让你去做到这件事情。往这3个方向去思考。我们先来看这几个选项哦，从民众的角度去看，这个符不符合？就像扣印节目里面打电话去呛那个官员一样。第一个，现在的回收计划都是自愿的，有些地方是30%的人会参加，有些地方是80%人会参加。我如果是身为民众，我会用这句话吗？好像不太会嘛。身为民众，我要讲的应该是这个方法做了之后，回收不可能提升，或者是有其他的副作用，或者是难以实施。那现在的回收的人多或少，不代表未来回收的人会多或会少。所以这个选项对我来说无法拿来作为论证。B 选项说，其实你现在的回收会获利，其实你现在的回收的这个计划，只有那20%回收是有办法能够赚钱的。在价格上跟在品质上是可以获利的。那我们如果作为民众，我可能就会这样讲：你说回收会赚钱，然后你说这个方法有利可图，好，可以让回收大幅的提升。但实际上，我跟你讲，只是因为你现在做这个小范围的计划，你现在只挑那些20%会赚钱的，可是你未来要推到50%的时候，另外30%就不一定会赚钱了。所以你怎么能确保会获利呢？你怎么能确保人们会配合你呢？所以 B 选项被我们保留下来。D 选项现在的回收的 program 有困难去找到适合的买家，因为量通常太小，人家不愿意来收，人家认为来收你的东西不值钱，所以 C 选项也有点到说好像要获利很困难，这2个会被我们保留起来。D 选项有一些可以被回收的东西，它本身也是会造成很低很低的污染的，就是你要回收的东西里面有一些其实你用旧的方法来处理，污染也很少。那如果2个方法都很好的话，那也没办法去说明新的方法不该用。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新的方法你不要用，你不要再去推广回收了。我们的态度是要去反驳你，你顶多只能证明2个方法打平，无法去证明说新的方法要被你质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说价格固定了，
但问题是价格固定对我们还是有利还是不有利？你固定在什么价格之上，我们不知道。如果固定在一个亏钱的价格之上，对我们是不利的；固定在一个不亏钱的价格，对我们是有利的。方向不明确，这边也是一样，方向不明确，所以 D 选项它的方向是比较不明确的方向。好，除非你跟我讲说，使用新方法所造成的污染比起旧方法还要多，那我们就可以确定真的是对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其他副作用。那一选项说那些不能被回收的东西也很难被分化。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关注在能回收的东西身上。那至于不能被回收的那些剩下50%，我们没有要去关注它，我们只要去关注被回收50%。重点是这个东西，他说不能被回收也很难被分化，也不等于回收这个方法有什么问题。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回收的方法有什么副作用，有没有什么难以实施的地方，然后有没有可能回收率不会提升。结果你跟我说不能被回收的也无法被分化，它无法证明回收率不会提升，或者是有其他副作用，或者是难以实施，这跟我们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关联。现在问题回到了 B 跟 C 这两个选项身上，我们先回来看一下我们的命题。我们的命题是要去证明这个方案的实行上是有问题的。好，那我们再回来思考一下这个方案里面，立法者说他的方案能够成功，我们说不会成功。我们的方向是不可能让回收大幅的提升，有其他副作用或者难以实施的。再回来看一下文章里面所强调的资讯，他跟你讲会成功是因为有利可图。那我们现在来看 B 选项说的，你现在有利可图，是因为你回收的是20%比较值钱的，所以未来推广到50%不一定有利可图，这个可以理解。我们在思考的是未来的状况。那 C 选项它是走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你现在可能很难找到卖家，是因为你的量太小了。可是我们未来不是就是要把量扩张吗？我们未来就是要把它弄到50%，那这样是不是反而把 C 选项所讲的弱点消除了？现在因为量太少，所以找不到卖家，看似是一个缺点。未来我们要把量拉到50%，那不是就是把这个缺点拿掉了吗？所以之后这道题答案应该是 B 选项。那 C 选项会失败的点是因为你现在量少，所以不好卖。那未来量多了，那不是更好卖了吗？最后答案会是 B 选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道题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这全部都难题，但这一题有比其他题目更难。这道题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问句只是 focus 在达成目的，所以我们要想的就更宽。第二个特点，我们在看选项的时候要特别去注意时间。任何的方案目的题，其实你看我们刚刚看其他混淆选项都有去特别注意到时间，因为我们一定要去评估的是方案实施之后的状况，所以你要去思考方案实施之前跟方案实施之后他们差了什么东西。好像在其他题目里面，方案实施之前跟之后差的是这个配额，方案实施之后是停车表有没有在收费的。你要思考的不是实施之前的状况来跟现在做比较，你要思考的是实施之前跟之后这两件事情的对比。在时间轴上，你要去评估一个方法。假设今天我们抓一个时间轴出来，一个方法的实施，假设在这个点上好了，我们要去评估的不是这个点到这个点之间的差别，也不是这个点到这个点之间的差别，我们要去评估的是方案实施之前跟之后的区别。这个题目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要看的是方案实施前跟之后，那它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把回收的范围扩张到50%。如果原本因为量太少很难找卖家，那范围扩张量变多了，卖家更好找，那回收更有利可图，大家更愿意配合，反而是会成功。但是如果现在你卖的值钱是因为你现在卖20%，那未来方案实施时候你卖50%，但是呢，我们刚刚说20%已经是最值钱的，所以是不是未来这你多出来的30%可能不一定那么值钱，所以你的方案就不一定会成功。这道题答案会是 B 选项。所以你看这些题目的混淆选项，它其实一直都在重复。我们要评估的是跟这个方案相关，这是第一种特色。第二个特色是怎么样确定跟这个方案相关？我们要思考的是选项所给出的资讯，它的时间点是不是落在方案实施的前后，而不是全部都落在方案之前或全部都落在方案之后。我们要去比较的是方案前后的差异。我们先来看这一道题，我们先看问句：下列何者若为真，则可以去点出文章里面的某个方案的缺点。你可以看到问句本身比较开阔，不是只有讲能不能达成目的，还要讲的是所有的缺点。所以就是要么没有达成目的，要么就是有副作用，要么就是可能技术上没办法实行。我们先来看文章说什么。文章说，如果某个地方的水位持续的下降的话，海水的这个海平面上升，就会导致这个地方的水咸度增高。某个河流的水位持续下降，就会导致海水倒灌，那这个地方的河流就会更多的盐水，然后咸度就会升高。
就不能够去让我们去应用。那现在40%的水是被分流到附近的城镇去。那为了要让这个地方的水位能够不要再下降，我们应该要停止的去分流了。再继续分下去，水一直分掉，这边的水位就会下降，水位下降，海水就会倒灌。海水倒灌的话，这边的水就变得超咸。附近的净水设施也许会因为我们停止分流，而导致他们水拿到变少，水变得更贵，我们就真的是有更少水可以用，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些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要保护这个河流的话，我们现在要思考会站在谁的角度。如果你站在这个政策实行者的角度的话，那就不行了，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反驳。那么在被伤害的人的角度，谁最有可能会被伤害？各地的水公司，因为你看，牺牲的是附近居民以及附近的这个水公司的权益，在他的角度。然后呢，原本的态度是说要去分流，分流可以保护河流。我要的态度是什么？分流其实不能保护河流，不能保护河流水平面下降，或者是你为了保护河流水平面下降，你会牺牲掉更多东西，或者是这件事就是办不到，你就是无法去阻止分流，无法实行这个计划。第一个，你做了没有效果，没有目的，这是一种方向。第二个，你就算达成目的，你要毁掉整个世界，你要牺牲更多东西达成你的目的吗？你不权衡一下吗？第三个，你就是办不到。那我们现在来看，站在水公司生气的角度，谁是我们可以去回应的？第一个，我们是水公司，我会跟你讲说，我们今天有去盐设备，水就算变咸了，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变成饮用水。请问你有在攻击它吗？你没有在攻击它，你没有说它这个方案不能达成目的，或者是牺牲掉更多东西，或者是办不到，你根本没有在攻击它，你只是在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这边的水就算变咸一点，我们还是可以让人喝得下去。你其实是在帮政府做打手吧，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A 选项基本的态度就没有在攻击它。B 选项水的这个水平面的 level 高低只是其中一个影响盐度的因素。如果我们是水公司，你那么在乎盐度的高低，所以你就想要把这个水平面把它保护起来的。你在乎的这个盐度高低的这个就是问题，水平面的高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所以你可能还有其他因素要考。这个好像合理的，所以我们先把它保留起来。你以为你解决这个都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你解决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我们先把它保留起来。第三个，我们站在水公司的角度去思考，在上游的河水的高低是由水坝跟水库所控制。请问你身为水公司，应讲这句话有意义吗？你要去跟这样证明的是分流能不能保护河流水平面下降，或者是你会不会牺牲掉更多东西，或者是你会不会办不到？C 选项只是跟我们讲说，在整条河流的上游的地方是由某些东西控制，但至于中游跟下游的水平面会不会被分流影响，有可能啊。能不能保护下游，你无法证明，你也无法反驳。这选项在逻辑上是没办法成立的。如果要成立的话，你就需要证明说水坝跟水库控制了整条河流的水平面，不管怎么分流都没有用。反正整条河流的水平面都是由水坝、水库控制，所以你怎么分都没事。多选项附近的这些社区，他们的人口数一直在增加，这跟我们能不能保护水平面下降有任何关联吗？如果这样的话，反而你会被政府回嘴。政府说我们要分流，不再让你们用水了，因为再让你们用水的话，会保护水平面下降。你跟他说，可是我们这边有很多人，政府说，对呀、就是因为你这边有很多人，所以呢，你们分掉水才越来越多啊，所以我是不是更应该要保护？你会发现这样子下去，就会导致你反而会被政府倒打一把，所以这个选项反而是方向相反。一选项说，我们水公司跟政府讲，你看到的水的这个平面下降，大部分归因到一场干旱，而这场干旱最近已经结束了，代表你原本担心的危机，其实是因为干旱所发生，可是干旱已经结束啦，那这个危机就会自动结束啦，你不用去折腾任何事情，你不用去做任何事情，这件事也不会再发生了。问题的重点已经结束了，那你就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所以一选项会保留起来。你去动的话，你还会牺牲更多东西。它对到我们刚刚讲这个逻辑。那最后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选项谁更贴近我们的立场。一选项的逻辑非常的明确，问题的原因就不是在分流，问题的原因就是在干旱。所以干旱结束之后，问题的原因消失之后，问题就不会存在了。那你再去做，你再去停止分流，你就会牺牲掉一些额外的代价。B 选项的问题是，就是水的平面是其中一个因素会影响盐分。那问题来了，
这个因素是高的因素还是小的低的因素？这个其中一个因素到底是占比50%以上的主要因素，还是占比10%、20%的次要因素？如果是占比50、60、70的主要因素的话，没错，政府的方案就是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只是占比10、20%的因素的话，那请问我们针对它干嘛？它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混淆选项，就是它的确点出了一个重点，不是只有你这个因素。可是问题是，他也没有去强调重要性是如何，导致了方向不明确。那一选项是直接点出了真正的主因，并不是你所讲的分流，用这个程度的语气点出了真正的主因就不再应该变。可是 B 选项只告诉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原因，但是没有讲是真正的主因，所以一选项的削弱方向会比 B 选项强度更明确。两个选项都有去点出可能的逻辑，但是其中一个选项在逻辑上同时存在的削弱跟加强两种可能，它的方向就不明确，像 B 选项。所以这道题如果没有一的话，可以选 B 啦。但如果有一的话，就不会去选 B。最后我们来看这道题目，我们看它问句出什么？下列何者最能够去帮我们去评估这个仪器是不是能够有效地达到它的目的的？文章说有一台机器的目的去决定说一个人他的脑震荡 concussion 脑震荡的严重程度，透过去读取大脑的脑波，然后把这个脑波去跟资料库里面15000份的样本来去做对照。那我们这个仪器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帮助医生去确定一个受了头部伤害的运动员到底应不应该回去场上。那我们要去评估这个仪器能不能达到目的。我们带入的角色叫做医生嘛，我们不会去带入那个仪器厂商的角色，因为仪器厂商不会跟着上场，应该是带入使用这个仪器的队医的角色的。那队医的角色，你会需要做到什么事情？你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你要做出正确的决定；第二个，你要快速做决定。你就想象你在那个场上的情境，这个运动员他现在就是受伤了，那现在教练问你说，他能不能继续比赛？快让我知道。你要告诉他是正确的决定。第二个，你要告诉他快速的决定。你不能说啊，先等我找个那个仪器读一读，读出来之后我再跟你讲。结果读出来之后，干下半场都结束了。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要正确，因为你不正确的话，万一这个运动员上场死给你看怎么办？第二个是快速。那我们现在想想看，哪些选项对于队医来讲是可以反映正确或快速？A 选项说，这个我们刚刚说在比对资料库里面的那个大脑的样本有没有更新，有没有随时更新？因为资料如果旧的话，可能会影响准确度，所以 A 选项我们就立刻保留起来。你看这样就很直观。B 选项说，到底我能不能够做出合理的决定 ？Sound decision 这个 sound 不是指发出声音，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叫正确的意思，而且是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前做出的。我们看到这边有比赛结束之前，所以 B 选项也对到我们刚刚的思考。C 选项说，是不是有很多的专家帮这台仪器背书？Endorse 的意思是背书，不是只有我们以前在学校背的那种书。背书的意思是我支持你的意思。这个好像跟事实不是很有关系。这个是 GMAT 里面常见的一种混淆选项，但是很低级的混淆选项，不能轻信权威。专家出来代言，你也不一定会轻信他的功能嘛。比如说你在电视上看到那种某个名人出来，你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名人名字就是觉得他是好的，你还是会去看实际的效果。所以在 GMAT 里面，你只要看到有专家说、专家肯定、专家代言，那个都是错的。专家说的话不一定是事实，不能被权威误导。所以 C 选项明显的把它删掉了。我们要的是正确跟快速，但是专家代言不能够证明这两件事的任何一个。D 选项是不是这个资料库里面所包含的 scan 同一场比赛里面的其他队员的数据？可是我们今天希望资料库准，应该是指资料库里面的那个 scan 的那个样本要越多越好，或者是那个样本收集的没有代表性或错误。有必要一定要同一场比赛的人吗？好像没有必要的。去路上找其他的运动员或阿猫阿狗来，他们都是正常的人，就可以被我们拿来当样本。我们不需要一定要找同一场比赛。同一场比赛的运动员跟其他的运动员好像相比起来没什么差异，他们都是人，是人都有一样大脑，没有说一定要场上同时在跟你一起比赛的人才能来做样本。所以D选项好像对我们的正确性没有太大的帮助。E 选项到目前为止曾经有做出误判过，可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仪器，我们的命题是要看仪器的效果。那医生误判跟仪器有什么关系了？医生误判是医生的事情，那个责任是在医生身上，所以 E 选项会被我们秒删。你们发现这几个选项其实 E 选项也很对到我们刚刚讲的混淆选项设计的重点，就是方案达成目的，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强调方案
不是只有强调目的，所以 E 选项被我们排除掉。最后 A 跟 B 这两个选项，你有没有发现 A 选项有对到的是，它有确保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是在讲正确性，可它没有确保时间。但 B 选项你仔细研究就发现说，它里面讲两个东西，第一个它有确保时间，第二个 some decision 用 some 表达正确的决定，它也确保了正确性。所以 B 选项相比 A 选项相对来说更全面，会更好。所以最后这道题答案选择的是 B 选项。我们现在重新整理一下，基本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问句一定要写读，再来找到一个适合的角色带入，要跟随的立场去做变化。你不能说这道题目是反对，结果你反而带入一个支持的人。那你在选择一个新的角色的时候，快速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想不要去选择平行一样的角色，去想能不能更贴近我，越来越贴近自己的角色，会更好思考。确定一个角色跟他的立场之后，开始去想你的预先思考。这个其实是 GMAT 非常重视的能力，因为你未来在商学院里面，也不是等着客户给你选项，也是要你去主动去跟客户讲你的分析。而如果你现在不预先思考的话，那等于说你也在被动的等选项出现。商学院不需要这种人，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思考线，有你自己的思考，就可以像我们刚刚做的一样，快速的筛选。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再回来重新检查命题，做最后的 final check。然后我们刚刚也看到 GMAT 在方案目的题里面常见的3种混淆选项设计的类型是什么？第一种跟目的相关好的因素，不管是正面或负面，但是呢，它跟方案并没有明确的关系，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叫做这个因素的出现，它其实好的时间段不是在方案实施之后的造成的影响。你去研究方案之前的变化没有意义，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永远都是方案实施之后对这些因素造成什么影响。比如说，你要研究2000年的政策，你不能用1990年跟1980年的数据来做对比，这有时间段的差异。第三种是它看似提出了一个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呢，并没有明确的指出方向，所以导致你把这个因素推到极端，像我们刚刚讲的固定价格，固定价格的高了跟固定价格低了，它会对整个论点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影响。那我们如果只是要削弱的话，或者只是要加强的话，那这个选项就变成方向不明确的选项了。